I honestly can't begin to tell you how proud I am of all of you and how excited I am about our future. 丰田在汽车行业里一直都是实打实的开拓者，大家都知道，他们总爱突破极限，重新定义汽车行驶的各种可能。几十年深耕下来，他们搞出了无数创新。如今这家巨头又要再一次颠覆整个市场了。大家不妨想象一下，一款超级先进的发动机能直接改写整个行业的发展方向，这一突破性进展对未来的驾驶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电动车真的要就此退出舞台了？跟着我们一起看看丰田 CEO 的大胆宣言，这款新发动机将彻底终结电动车时代。最近在日本举办的一场技术发布会上，丰田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中岛秀树详细拆解了丰田将这一愿景落地的具体规划。继公司前 CEO 丰田章男的演讲之后，中岛秀树深入解读了各类突破性构想，部分仍处于研发阶段。这些构想将助力丰田实现其宏伟目标。他还清晰勾勒出汽车制造的未来蓝图，以及计划采用的各项核心技术。这一切都是丰田向移动出行公司转型的战略组成部分。他们希望为人们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并非只有中岛秀树一人在推进这些令人振奋的计划，整个丰田团队都在全力以赴，力争将愿景变为现实。与他一同亮相的还有另外2位核心负责人高户和山形光正，其中高户负责纯电动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BVV 的研发工作，山形光正则带领团队主攻轻动力汽车领域。目前中国的电动车生产无疑走在世界前列，相关工厂也即将正式投产，美国也在奋力追赶，采用的也是类似的技术路线。但就在这时，日本突然放出一记意想不到的大招，直接惊到了所有行业专家，他们成功研发出一款新型发动机，排放物只有水蒸气。这项技术和丰田旗下的燃料电池电动车，比如丰田 Mirai 以及近期刚推出的 1.6 升氢燃料3缸内燃机原理十分相近。纵观汽车行业发展史，水动力发动机一直是行业内最大的梦想之一，因为比起传统发动机和电动车，它有着太多令人心动的优势。作为日本汽车行业的龙头企业，丰田始终在坚持不懈的研发，力求找到一种环保利用碳氢化合物的技术。他们的研发重点一直放在燃料电池技术上，这种技术能让汽车依靠氢气而非汽油行驶。这种创新思路让丰田在环保汽车领域稳稳占据了领先地位。他们已经通过大量专利和车型，比如轻动力车型 Mirai， 充分展示了自身的技术进步，这也让丰田在环保汽车的研发竞争中始终走在行业前列。丰田是真的下定决心要全力推进这项以氢气发电为核心的顶尖技术。这种被称为氢燃料电池的创新系统，运作方式和氨发动机有些相似，但有着一个巨大的优势，比传统发动机环保的。多氢燃料电池电动车简称 FCEV 不会排放有害的温室气体，相反它们只会释放完全无害的水蒸气，这也让这类汽车成为减少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解决方案。中岛秀树是这样解读氢燃料电池技术的，其核心原理就是让汽车储存的氢气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化学反应，产生电能，进而驱动汽车行驶。这种方式既智能又高效，能让汽车正常行驶的同时不破坏自然环境。丰田在这项技术上一直走在行业前沿，也充分彰显了他们打造环保汽车的坚定决心。整个能量转化过程从发动机内一个名为电解器的特殊部件开始，这个部件会吸入水，再通过电解的方式将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水由2个氢原子和1个氧原子结合而成，电解器会借助电能将这些原子分离开来，电能通过放置在水中的2个金属电极流过，当电流通过电极时，水分子就会被拆分，氢原子会被吸引到阴极，氧原子则会被吸引到另一个电极，这样就能成功实现氢气和氧气的分离。通过研发氢燃料电池技术，丰田在减少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保护地球环境的坚定决心。在正电的电极，也就是阳极，是氧气聚集的地方，当电流通过电极时，氢原子会向带负电的阴极移动，氧原子则会向阳极移动。这种方式既高效又安全，消耗的能量较少，且不会产生任何有害副产品。电解器的唯一产出就是氢气和氧气，而氢气会作为发动机的燃料。这个过程最关键的优势的是，不需要用又大又重的罐子储存氢气，电解器可以根据需求随时产生氢气，这样一来，发动机就会更轻便，效率也更高。不过，要让发动机以氢气为燃料，而非汽油或柴油，还需要做一些针对性调整。比如
如，负责将燃料喷入发动机产生动力的喷油嘴必须进行改造才能适配氢气，发动机的其他部件也需要相应修改才能与氢气协同工作。例如，发动机缸体和缸盖必须进行加固，才能承受氢燃料带来的高压。此外，发动机还需要配备特殊的阀门和火花塞，确保其高效安全运转。但即便做了这些改动，这款发动机在环保方面依然有着令人惊艳的表现。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几乎不排放任何污染物，也就是说，它不会像传统发动机那样向空气中排放有害气体，不会产生二氧化碳、氮氧化物，也不会有颗粒物。这些物质对人体健康和自然环境都有着极大危害，而且这款发动机比传统发动机更实用、更省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只需加水就能补充燃料，不用特意去加油站加汽油或柴油，只要有水就行。水不仅价格低廉，还随处可见，这也能减少对石油开采的需求，而石油开采本身就是一种有害且污染环境的行为。通过减少石油使用，这款发动机能将化石燃料的应用限制在飞机、重工业等特定领域。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化石燃料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而温室气体排放会直接导致气候变化。减少我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就能有效减缓气候变化，打造一个更具可持续性的未来。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这款发动机，那么对地球稀有金属的开采需求也会大幅减少。稀有金属广泛应用于多个技术领域，包括电子产品和可再生能源系统，但从地球中开采这些金属对环境的危害极大，会污染土壤、水源和空气，甚至会影响到周边居民的生活。开采稀有金属的过程往往既危险又具有破坏性，需要向地下深挖，容易引发山体滑坡等安全事故。开采过程中使用的化学物质也可能泄漏到环境中，造成严重危害。而这款发动机能减少对稀有金属开采的需求，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这些有害影响。丰田的水动力发动机相比其他使用氢气的发动机，比如氢燃料电池车 FCEV 有着明显的优势。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储存水比储存氢气更简单、更便宜。氢气是气体，需要用能承受高压的特殊罐子储存，这些罐子又重又贵，还存在泄漏风险，安全性不高。而水是液体，储存起来十分方便，不需要特殊罐子，也不需要高压环境，因此更安全、更实用。这就意味着这款发动机可以应用于多种场景，从小型汽车到大型卡车，甚至是发电厂。它的简洁性和安全性让它比其他类型的发动机成为更具可行性的选择。中岛秀树还透露，这款发动机的技术优势远不止我们看到的这些，它比其他发动机更出色的地方还在于能帮助我们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降低有害排放。以水为燃料，不会产生任何有害污染物，也不会排放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这款新发动机无疑是技术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巨大飞跃。它之所以令人兴奋，核心就是因为以水为燃料，不会像传统发动机那样产生有害污染物和温室气体。这款发动机用实际技术证明，我们完全可以造出不仅更高效、更强劲，而且对地球更友好的机器。最让人惊艳的是，它在注重环保的同时，并没有牺牲性能。这也印证了我们在打造高性能技术的同时，也能优先守护地球的生态健康。它大幅降低了我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减少了有害排放。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享受交通和能源带来的便利，同时不会加剧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除了环保优势，这款发动机还更高效、更实用。它的设计更简洁，比传统发动机所需的维护更少，适用于多种场景，从小型汽车到大型卡车，甚至是发电厂。它的多功能性和可持续性让它成为比传统发动机优越得多的选择。这款发动机背后的创新是一个绝佳的范例，它告诉我们如何运用科学和工程技术，打造出既造福人类又守护地球的解决方案。用中岛秀树的话来说，这款发动机不仅仅是一项技术进步，更是环保领域的一个转折点，为全人类铺平了通往更可持续未来的道路。这也证明了我们无需在发展与可持续之间做选择，两者完全可以同时实现。丰田负责人中岛秀树表示，他坚信这款新的水动力发动机将成为汽车行业的转折点，有望推动整个行业实现自我革新，迈向更环保的未来。多年来，汽车制造商一直专注于打造更快、更强、更豪华的汽车，却常常以牺牲环保为代价。而丰田的这款新水动力发动机证明了我们完全可以造出既高性能又环保的汽车。其实一直以来，有很多人都尝试过研发实用、可靠、可日常使用的水动力发动机，但这些尝试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其中一些比较知名的尝试和宣称。2008年，日本的 Genipax 公司就有过一次引人关注的尝试。这家公司宣称，他们研发出了一款不用汽油、不用柴油，仅靠水就能行驶的汽车。
这在当时堪称重大突破，因为它意味着我们找到了一种更便宜、更环保的汽车动力替代方案。他们推出了一套系统，声称能从水中提取能量为汽车供能，核心原理是用一台发电机将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再以氢气作为燃料。但后来专家深入调查后发现，这套系统并没有一开始看起来那么具有突破性。有人认为这款汽车实际上是依靠一种叫金属氢化物的特殊材料产生能量，而非单纯依靠水。金属氢化物是一种特殊化合物，由金属阳离子和氢化物阴离子组成。当金属处于高压环境下，往往会与氢气牢固结合，形成稳定的金属氢化物。这些氢化物非常适合在汽车等设备中便捷储存氢气，只需降低压力或升高温度，氢气就能被释放出来。这个过程可重复进行，无需高压气体，也无需极冷液体。要打造高效的金属氢化物系统，有几个关键因素需要考虑：材料的导热性、反应热以及活化能。用金属氢化物储存氢气，意外泄漏的风险很低，因为氢气被牢牢锁在金属氢化物晶体中，需要能量才能释放。但它也存在自身的挑战。虽然金属氢化物的体积能量密度很高，但重量能量密度较低，通常在 1% 到 9% 之间。这就意味着金属氢化物储存罐的重量大约是汽油罐的4倍。即便技术不断进步，这些罐子对乘用车来说依然过重，主要只能应用于一些小规模场景。而且锂等金属的成本较高，也让这套系统的价格居高不下，限制了其应用范围。早期的金属氢化物系统氢气吸收速度也较慢，这也进一步限制了它的推广应用。从安全角度来看，金属氢化物与潮湿空气接触后会发生剧烈反应，处理起来难度较大，氢气的纯度也是一个问题，杂质会影响金属氢化物的性能。此外，这套系统在多次循环使用后的效率和可逆性以及它的热管理依然存在很大挑战。很多人都对 Geniplex 公司的宣称表示怀疑，因为他们从未提供任何科学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说法。科学家和竞争对手也提出了合理的质疑，比如科学家们指出，根据目前我们对物理学的认知，单纯依靠水是无法获取能量的。他们解释说，水的性质非常稳定，水分子之间的结合力极强，就像一根结实的棍子，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将其掰断。正因为如此，要从水中提取能量，就必须打破这些牢固的化学键，将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水本身已经处于最稳定的状态，因此不可能仅通过转化水就获得能量。换句话说，你需要先输入能量才能打破水分子的化学键。要用水驱动汽车，很多设计都会采用一种叫电解的方法。电解是一个神奇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利用电能引发化学反应。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当电流流过一种物质时，会让这种物质失去或获得一些名为电子的微小粒子。失去电子的过程称为氧化，获得电子的过程称为还原。要进行电解，科学家会使用一种叫电解池的特殊装置。这个装置由2部分组成，一个正极，一个负极。这2个电极会放置在含有正负电荷粒子的液体溶液中。想要改变的物质可能是电极的一部分，可能混合在溶液中，也可能溶解在溶液里。通过这个装置，我们可以控制并观察电流引发的化学反应。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打破水分子所需的能量与水分子重新结合时释放的能量永远是相等的。因此，从理论上来说，你输出的能量永远不可能超过你输入的能量。但热力学第2定律还指出了另一个问题：当能量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时，总会有一部分能量流失。所以，即便你成功分解了水，再让它重新结合，最终得到的可用能量也一定会比你最初输入的能量少。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斯坦利·麦耶。上世纪80年代，麦耶声称自己造出了一辆沙丘车，不用汽油，仅靠水就能行驶。他的说法当时轰动一时，登上了各大头条，但他的解释却漏洞百出。有时候他说自己把火花塞换成了能分解水的装置，有时候又说是使用了一种特殊的燃料电池，能将水转化为氢气和氧气。麦耶还声称，这种燃料电池通过电振动分解水，然后将分解出的气体在发动机中燃烧，产生能量。这个想法听起来极具革命性，却让很多专家一头雾水，无法理解其原理。麦耶的说法从未被独立专家证实过，最终他的故事以丑闻收场。1996年，他在俄亥俄州的法庭上被判犯有严重欺诈罪，这意味着他的所有说法都被证实是虚假且具有误导性的。在丰田之前，只有麦耶吹嘘自己造出了水动力汽车。
2002年，一家名为氢技术应用公司的企业推出了一款叫 Queen 的装置，声称能将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他们最初的目标是将这个装置作为比氧乙炔焊接更安全的替代方案，但很快他们就大胆宣称自己的技术能用纯水驱动汽车。他们提出了一些复杂的理论，还用到了马格努斯效应之类的专业术语，但这些想法都缺乏科学依据。公司创始人丹尼斯·克林甚至声称，他们正在与一家大型汽车制造商以及美国政府谈判，计划将这项技术应用在悍马车上，并承诺将彻底改变汽车的动力方式。当然，当时的人们既兴奋又充满了怀疑。久而久之，大家渐渐发现他们的说法很可能被严重夸大了。最终，这家公司放弃了装置能纯用水驱动汽车的宣称，如今只是将其宣传为一种通过水生成氢气、提升燃油效率的工具。同样在2002年，创世世界能源公司也闹出了一个大新闻，他们大胆宣称自己研发出了一种革命性装置，能从水中提取能量。他们的思路是将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再让两者重新结合产生能量。这个突破听起来就像科幻小说里的情节，投资者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参与其中。创世世界能源公司宣布，他们的装置已经准备好推向市场，并开始筹集资金。但尽管外界反响热烈，最终却没有任何一款装置真正上市销售。很明显，这家公司可能更热衷于筹集资金，而非真正研发出可用的产品。第二年，创世世界能源公司更进一步提出了另一个惊人的说法，他们的技术已经完成改造，可以用来驱动汽车，并承诺将带来一个汽车能用水驱动的未来。但这一次依然是一场骗局。公司老板帕特里克·凯利最终被抓获，并在2006年被判有罪，判处5年监禁，同时被要求向被骗的投资者偿还40万美元。这场丑闻也印证了很多人最初的怀疑，他关于水动力装置的所有说法全都是假的。2008年，斯里兰卡一位名叫图沙拉·普利尔丁加的人也因一个惊人的说法登上了头条。他声称自己的汽车仅用3升水，相当于5.3英制品拖，就行驶了190英里。他表示自己的汽车采用了一种特殊技术，能将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然后在发动机中燃烧，产生能量。这个消息让很多人充满期待，就连斯里兰卡总理拉特纳西里·维克拉马纳亚克也被深深打动，承诺将全力支持图沙拉，帮助他将这项技术推向市场。总理当时怀疑图沙拉可能真的找到了突破，但事情很快就露馅了。几个月后，图沙拉因欺诈罪被逮捕。原来他关于水动力汽车的说法被严重夸大，他一直在欺骗投资者。人们对此也不算太惊讶，因为大家早就习惯了那些声称能用水驱动的假发明，最终都会被揭穿是骗局。你可能会觉得这种谎言早在2008年就该彻底消失，但遗憾的是，这样的闹剧还在继续。2022年，印度尼西亚一位名叫阿里安托·米塞尔的发明家声称自己造出了一个叫 N-Cube 的装置。他表示，这个装置能将水转化为氢燃料，还能用来驱动摩托车。更让人震惊的是，他宣称这个 N-Cube 装置仅用1升水就能行驶惊人的500公里。这项创新被吹捧为交通和能源领域的转折点，但由于过去有太多类似的骗局，大家的怀疑度也非常高。几个月后的7月，阿里安托又发表了一个大胆声明，他说兰博基尼、杜卡迪、法拉利等大型汽车制造商都对他的发明感兴趣。他还表示自己准备以150亿印尼盾的天价将 N-Cube 装置卖给外国公司。与此同时，他还表达了对印尼政府和国家研究与创新机构的不满，指责他们在破坏自己的计划。虽然这场冲突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但很明显，阿里安托下定决心要走自己的路，哪怕这意味着要与现有体系对抗。遗憾的是，印度尼西亚的科学界对阿里安托的说法充满怀疑。国家研究与创新机构的研究人员指出，根据基础的物理和化学定律，阿里安托推广的这个装置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还发现，阿里安托提到的那些对他发明感兴趣的意大利汽车制造商，其实根本没有真正的合作意愿。阿里安托与他们的会面很可能只是他的合作伙伴出于礼貌安排的，并非对方真的想要合作。这也让阿里安托的说法以及他的发明是否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具有突破性受到了严重质疑。虽然这些公司和个人都没能证实自己的说法，但丰田却在全力以赴地推进氢燃料电池技术。随着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比亚迪等企业也在不断推出新的电动车，市场对清洁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大。丰田也希望能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市场中保持领先地位。他们不仅在努力改进氢燃料电池技术，还在欧洲以欧洲氢工厂的名义扩大自身业务。丰田以氢动力汽车 Mirai 闻名，如今他们又将目光投向了新的领域，将氢燃料应用在卡车、公交车等重型交通工具上，这与博世等其他公司正在探索的方向完全一致。
丰田正将自己先进的燃料电池技术应用到多个领域，包括大型卡车、公交车、火车、轮船，甚至是发电领域。他们在这项技术上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如今正专注于技术改进，为下一代产品做准备。他们希望能让燃料电池的使用寿命更长，续航更远，价格更亲民。目标是在保持环境清洁的同时，达到现有汽车发动机的性能水平。从2026年开始，他们计划推出一套新的燃料电池系统，续航将比现有型号提升20%，成本则降低30%。其实，水动力发动机比普通电动车更容易制造，它的设计虽然比传统汽油发动机复杂一些，但比电动车和氢燃料电池车 FCEV 都要简单便宜。正因为如此，它对于那些欠发达或缺乏石油资源的国家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比如伊朗一位名叫卡塞米的科学家就成功将一辆标致405改装成了水动力汽车，造出了一辆能正常行驶的水动力车型。如果一个资源有限的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大家不妨想象一下，丰田这样的大型企业有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能做出什么样的成果？水动力发动机不仅更容易生产，而且比汽油车和电动车便宜得多。比如卡塞米改装的那辆标致405，平均每加仑水能行驶30到40英里，这比原来的汽油发动机续航高出不少。这意味着水动力发动机的续航有望达到每加仑80多英里，而且不会牺牲性能，使用成本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低。不过目前市面上还没有主流的水动力汽车，也没有其他汽车制造商在研发这项技术。那么水动力发动机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吗？理论上它有这个可能，但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水动力发动机在过去面临过很多挑战。首先，虽然它所需的基础设施很少，但这项技术仍处于实验阶段，大多数原型机都不够可靠，日常使用性能也只能算是一般。另外，虽然用水当燃料听起来前景广阔，但将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氢气很难储存，哪怕是一点点泄漏都可能引发危险。而丰田的这款水动力发动机就解决了这些难题。与之前那些在简陋作坊里靠有限预算搞出来的尝试不同，丰田有充足的资金支持，能在各种环境下对这款发动机进行全面的测试。你对丰田的这项新汽车技术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观点。